赖清德说呢，中日现在局势升温，赖清德要大陆克制，展现大国风范，所以要中国三思哦，要呼吁国际持续关注哦。我们看一下赖清德怎么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接受质询时说，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这番言论引发中国跳脚，甚至全面对日本进行反制。对此，总统赖清德首次对此做出回应。中国对日本进行的复合式攻击，严重冲击了印太的和平稳定。我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也呼吁中国应该要克制，展现大国的风范，不要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应该要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轨道上，这样对区域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才有帮助。我们请中国三思。美国驻日本大使已经公开发表声明，他肯定高市早苗首相在国会议员的发言，有助于美国跟日本关系的增进，也有助于区域的和平稳定。那我呼吁国内的政治人物啊，特别是在野党，也应该要尊重日本国内本身的政治，也应该要注意到区域的发展，不以负面解读日本的政治工作。赖清德呼吁中国克制，不要成为区域稳定和平发展的麻烦制造者，请中国三思。同时，也要国内在野党应该尊重日本国内本身政治，要注意区域发展，不要负面解读日本的政治工作。那一阵。这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吼，但说实话，没事还是比有事好。所以我想，我们各国呢更应该要努力的去创造而且维系没有事的状态。那我想，这个中日的关系可以从日本国内还有一些国际的状况来观察。首先，第一个是日本国内的一些情绪的转变，它里面呢其实有非常浓厚的这个反中的情绪哈，而且已经普遍到了这个社会的层面。因为来自这个中国大陆的移民还有新生儿呢，已经逐渐变成日本最大的外国族群，所以引发了他们对一些社会人口结构的一些忧虑。那再来第二个是中国驻日大使薛健的这个斩首的言论，其实也在日本引发了非常大阪的总干事总理事，他其实在日本引发了非常大的这个舆论的风波。所以呢，日本朝野呢其实也对此表达了说，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容忍。那外务省呢也提出了相当严正的抗议。那这个其实呢对这个中日的关系其实非常的恶化。那除了这些社会层面的恶化之外呢，你从这个国际的角度来看，这个美日同盟其实是快速的强化的。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高市早苗跟这个美国川普总统合影的画面，那当然还有这个高市早苗登上美军这个核动力航母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影像，所以你看得出来，其实美国跟日本其实已经逐渐的迈向实质联合作战的阶段，它已经不是以往这种非常单纯的礼仪活动，它象征着其实日本跟美国呢希望在这个印太的地区扮演更重要的安全角色。那再来，其实美国川普总统呢，他的立场也逐渐的非常非常强硬，他公开的强调要强化日本跟美国的同盟。那同时呢，这也提升了高市早苗他的国际地位。我们也连带的看到高市早苗他在国内的支持度也拉高了，所以呢，其实高市早苗他在国会的这些答询，台湾有事牵涉到美日安保等于美国有事，等于日本有事。说实在的呢，这个其实并不违背以往日本的一些传统，也不违背美日安保，但以往都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哈，大家彼此的默契，以往不公开谈，这一次高市早苗把它公开的来谈。那我想呢，其实还要回归到，那我们台湾，我们中华民国到底该怎么办呢？我看到民进党的朋友们呢，对这个马英九总统的一些批评，其实我想这个大可不必，因为以和平对话去促进区域稳定，这个其实是许多国家的共同目标。所以，如果绿营的朋友硬要把马英九总统扣上一个红帽子，掉进中国叙事，那请问一下，民进党这个日本内阁的官房长官，他其实也说希望以和平对话来解决台湾问题，难道民进党也认为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这个也是所谓的中国叙事吗？好，那么吴钊燮他模仿这个中国这个薛健的这个讲法他也发了一个批评中国外交部霸权他说呢，中国说他爱好和平，但是他威胁台湾霸凌菲律宾，然后骚扰日本，而且呢，这个十足的霸权主义
然后他署名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Trash Talk， 就是垃圾发言的发言人啊。我觉得还蛮无聊的哈，你不是一个，假如你一个名嘴，你乱讲一下，你是一个国安会的秘书长哈，所以呢就被联合报讲说你喷垃圾话，你去挑战台湾有这个红线干什么哦？那另外呢，美国驻日大使因为他酸中国战狼，说呢没训练好的狗，他原来是狼嘛，变成没训练好的狗。谢长廷说你这样不是冒犯了狗吗？我们看吴钊燮。中日紧张关系持续加剧。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透过社群平台 X 发文强调，中国爱好和平，但在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核心利益的大是大非，绝对不会有任何妥协退让。还指出，任何人妄想挑战中国人民的底线，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则修改，而且制作了英文图卡，色系还有设计跟对岸的版本也相当的相近，并直接转发也回应了林健的贴文。吴钊燮指出，中国号称爱好和平，但他威胁台湾、欺负菲律宾、骚扰日本，这只是霸权主义。最后更揶揄对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垃圾话发言人。那蓝军怎么看？我觉得总统今天的谈话非常的不恰当啊，就是他作为中华民国总统，可是他今天的发言呢，非常的像日本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发言人。为什么这样讲啊？总统的话分成2段，他第一段呢是强调这个区域和平的部分，我觉得倒还可以哈。可是他第2段呢，就回过头来呢，就像是这个日本的发言人一样哈，日本驻台代表的发言人一样，来告诫台湾的这个政治人物，好说不要介入日本的国内政治，胡说八道嘛。就说这个怎么会是日本的国内政治呢？如果它是日本的国内政治的话，那你总统前面一段讲话在讲什么呢？为什么高市早苗的这番谈话会引起区域之间的动荡呢？就是因为高市早苗他把过去呢，就日本来讲是战略模糊的，就是一旦呢台湾有事的时候，日本是不是有事？日本是不是要启动他们的所谓的集体自卫权？要来介入台海的这个形势，甚至于是不惜的要出兵。集体自卫权的意思就是这样嘛，哈。然后呢，美国呢过去呢长期对于日本呢，在一旦呢台海之间发生的任何的状况的话呢，日本呢受限于这个集体自卫权啊，所以使得他们在配合任何的采取行动上面显得比较保守和态度不明确。美国的鹰派哈，对于日本这方面的保守呢是有维持的，但是呢，过去的历任的日本的首相在这个问题上面都是保持模糊空间，最多只有讲说一旦台海这边有些什么样的状况的话，他们还是要看美国呢会不会派出会不会派出真的是军事介入？美国到目前为止，对于一旦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美国是不是要军事介入，都还是战略模糊，都没有战略清晰。日本怎么可能战略清晰呢？所以日本以前最多就是回答说我们要因应这个态势啦，可能要有撤侨啦，或什么样的准备，或者说后勤补给给美国一些，连后勤补给这个都算是比较前进的说法了。所以高市的今天的这番谈话当然是非常的严重，就是因为它非常的严重。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呢，是因为大阪的总领事薛健他发表了其实真的是一个不太恰当的哈，而且是有点暴冲的那样子的斩下高市肮脏的头颅，对，这样的语言。可你就看到，就是说中国的态度呢，也是非常的谨慎的，它是逐步加温的。一开始的时候，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就说这是个人的社群平台，但是特别强调了高市的发言的不当哈。然后中国大陆驻东京的大使馆就把9·11事变台上这个发言来指责他，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就升高了，因为你把9·18事变弄进来之后，就表示因为日本那个时候呢，在9·18事变他们炮制了炸毁
铁路的满洲那边铁路的这个一段嘛，就是触发了这个集体自卫权。所以当把这件事情升高了之后呢，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副部长呢奉指示来约见啊，召见这个中国日本驻东京的这个大使。然后呢，解放军呢，哇，又发布了很凶的一篇，就说你如果想要介入的话呢，14亿人不会饶了你，然后有什么战火，然后到局部的这个军演，然后巡弋钓鱼台，所以它的事态是不断升高的，等于是说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国大陆要借着这一次把态度姿态非常的强硬，他的强硬呢，就是要让高市呢收回这个言论，或者是说你要有个适当的表示。如果说高市，因为就像怡珍刚才讲的，他其实国内的支持度是高的如果说他只是在国会呢，表达他有点修正嘛，他就说以后再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慎重，但是他并没有收回，他也没有道歉那就是说，如果说任高市只采取这样子的一种比较微服的慎重的说法，而没有彻底的收回，或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不再谈论这个问题的一个比较彻底的表述的话，中国大陆的策略判断上面会觉得说，未来这个有关于中日关系上面，特别是台湾有事的部分，就等于是开了一个绿灯，好像让日本呢可以介入，所以这当然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说这怎么会是这个日本的国内的政治呢？如果是日本的国内政治，那你今天赖清德总统出来讲这番话在干什么？所以所以赖清德呢就完全体现了他就是心里面呢就把日本当为是一个宗主国，然后今天呢高市首相如此的有勇气，在有关于台湾有事的时候，连武力介入台海有事都讲得出来，哇，这个他大概就是引为知己啊。可是呢，又不敢呢表态的太严重，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是没有表态的。美国驻日大使他本来就是个鹰派，他的表态不代表川普政府，所以他又不敢说太过于站在高市这一边。然后可是呢，又要借着机会呢教训一下马英九者流，所以就讲了这样子一个不伦不类的谈话。谢谢再回来。王宏委员接说有一个洗产地，就是拿中国的东西卖给国防部的厂商已经被起诉了，居然还标了国防部将近1亿元的标案，怎么回事？那包括空军司令部啊等等，什么海军啊等等都有那我们看这个丰益负责人洗产地被起诉了，那但是呢，这要陈永培吧负责人，结果他有不同的公司名字。结果呢，还拿了空军一件、陆军一件，这就700多万。然后呢，这个更多这个有2000多万，这个是空军有3件然后呢，这个呢8000多万有空军14件、海军10件、陆军陆海空都有了，一共呢9195万9559元的标案这么多标案。那因为他外购飞弹的原料用大陆制品洗产地，他是被中科院解约停权结果居然他还能用其他公司的名义持续承揽国防部的标案徐巧芯也质询过那因为他这个中科的飞弹跟火箭的原料被报是洗大陆，把大陆产地用别的国家来洗产地，所以他的负责人及员工就被桃园地检署说欺诈未遂及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行，已经被起诉了，怎么还拿到那些标案呢？这个很奇怪我们看一下。学弟飞来直窜天际，为突破关键技术，中科院可说费尽心力，但其中却爆出了德标厂商从大陆引进材料后，到越南洗产地被抓包起诉之后，却能继续承标国防部标案，总额将近1亿。为什么一家有问题的公司，而且被起诉的公司，在陆海空
通通可以得标。遭披露了，就之前位于新竹的丰益国际联合公司，在民国111年取得中科院标案，采购飞弹火箭过氯酸铵半成品，预算2.8亿。接着将大陆购得的 AP 半成品，透过越南西产地交给中科院，被桃园地检署起诉。但这陈姓负责人名下3间公司却继续拿下国防部标案，其中丰益承包空军陆军标案，金额710万元；永冠印材承包3件空军标案，金额约2000万元；永仪机械则是陆海空军通吃标案，总额6400万元，跟国防部有关的标案总计9195万。竟然不动如山，能够继续去承包空军司令部的680万的标案。但其实过去这件丰益在被发现洗产地后，去年国防部曾这么允诺，我们都有请那个中科院把这些黑名单要提供给我们。如今却再让同一位负责人承揽标案，而且摊开时序，在今年6月，丰益被桃检以诈欺未遂等罪嫌起诉之后，国防部才公布了丰益得标空军680万元标案。这个已经确定是成为弊案了，应该要接受调查。对此，丰益公司截稿前并未回应，而军方则表示正在了解中，只能说国防自主的这条路上阻碍重重。朱老兄，这个太有问题，也太扯了啦！我知道国防部有相关的规定了，对于厂商如果是违规，什么叫违规？借牌子啦、洗产地啦之类的，它都叫违规。这里面有相关规定，它就会给你停权，就是说你不能来招标1年。好，那这个厂商呢，他还并分3家，用这个3家去。其实这里面来讲的话，老实讲，如果你认真追的话，他已经违反国防部的相关的财务规定，已经违反了。可是为什么还可以呢？为什么还可以这样子？已经被起诉了，还可以标到有9000多万之多，这太扯了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我们国防部里面的这个螺丝都收满地了你注意看到这个每一次国防预算1年比1年高，1年比1年多，但是你都不能质疑你质疑的话就说中共同路人，马上就扣你帽子，扣上去。所以这个案子，我觉得这个案子一定要追到底。而且这个案子很有可能是官商勾结，或许是什么？或许是这家丰益绿油油的厂商，所以你不能动它，违规他还要给他标，这太扯了这个非常扯就是按照国防部的规定是不可以，即便你换名字，这里有规定，而且负责还是同一个负责人，同一个负责人，对啊，电脑一打就出来了。你打，但是他的公司换了嘛，他是用不同的公司，我去标，我就可以去拿到这个案子，这一定是一个弊案。那我所了解的，审计部也在查这个事情。那我们希望说，检调就尽快的来介入。另外一部分我要提一下刚才所提到的这高市早苗他其实老实讲，我不知道赖清德好像似乎很高兴的样子，吴钊燮好像很高兴的样子，谢长廷好像很高兴的样子，说哇，看到这种东西我可以出招，我可以骂一下。特别是吴钊燮，他从外交部长下来，不要忘了他的任内外交，我们的外交是断了8个国家，他可以不下台。然后呢，他就觉得他很寂寞，从外交部你看，像林佳龙要到处飞，现在是国安会的秘书长，这个比较无聊，所以写这个信来弄。不要忘了，这个要告诉咱们是把台湾问题拿来测试大陆，而且大陆借这个事情再次的很坚定的说，这个我就是要统一，就变成说你高市早苗，你这样子为了你自己的政治利益，把你的民调冲高，可是呢，你把台湾带来说，那只有一条路，那可能是中国大陆会加速统一的推进。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要高市早苗。他要推一个东西各位，那个明显看得到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好像蠢欲动。第一个，他提了一个东西，他要去改他的非核的3不原则。对，就原来讲说是核武是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现在他讲说美国可能有一些是这个核动的这个要潜舰，要能进来，所以我要修它，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那就是日本未来会不会进入一个拥有核武的国家？第二个，他要去改宪法第9条，要修宪。宪法第9条就是刚才很多人提到的，它是一个和平宪法。和平宪法，他想把它来弄掉。这个来说的话呢，那你就发现到这个隐隐约约高市早苗他的民调又这么高，
的情况之下，你看了整个日本是右翼抬头，那老公这里呢也跳起来了，两强对决。不要忘了，问题是惨的是谁？台湾要惨呐，因为我们是他的筹码，两军对抗的筹码。这个赖清德、吴钊燮、谢长廷怎么会这么高兴呢？还在继续刷嘴皮子。来，钟先生。我想我们先回到我们这个丰益这个案子哈。其实他一开始他把这个飞弹原料，他本来是想要洗产地到韩国去，但是后来因为韩国那边有一些出口管制，他没办法，后来他又搞去洗产地到越南嘛。那你已经被认证了，你是搞一些伪造文书，然后搞假的切结书，说不是大陆那边中国大陆那边是产地，然后你都被抓包了，而且他又不是非常困难，说用奇怪的人头来成立的公司去标，他自己名下的公司就你竟然国防部都不知道，其实蛮不可思议的哦，这就真的是螺丝掉满地。那你在说什么民进党什么抗中保台？你先搞清楚你底下这些国防部的这些官员，他到底在搞什么鬼？你怎么抗中保台？这种水准还跟人家抗中保台？所以这就乱搞一通了。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我宝哥有提到的哦，其实我觉得中日关系现在我们要看一个点，其实中日关系它是个周期性的不好，它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你看之前参拜靖国神社或是钓鱼台的事情，都搞到都快要兵戎相见了。那现在的高市他有一个状况，就是他不像之前安倍他们有干事长，他可以当润滑剂，或者他之前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公民党，他是比较亲中的，他可以当润滑剂，现在没有，所以现在很容易会把以前的把民族主义或是过往在二战时候的一些伤痛会拿出来当做斗争的工具。那这时候他们两个在打的在闹的时候，你没有必要，你干嘛要引火上身啊？我们今天我们中华民国，我们不用引火上身啊。然后更奇怪的是，我不懂为什么民进党他培养出这么多中二屁孩。就吴钊燮这个发言不就中二屁孩吗？那你说谢长廷那个狗什么不如什么侮辱狗还是什么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尤其是外交人员，外交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他必须那种斗而不破，把很多的纷争化解于无形，他必须要懂这个艺术，因为你的任何发言都代表是国家的想法，所以不能这样乱搞，就搞到最后他整天在那边闹，我也不知道说。你今天你在那边乱放话，然后常常都要在野党出来帮你擦屁股。就是看最近那个沈伯洋的事情就这样啊，乱放话的是执政党，就叫在野党的韩国瑜出来擦屁股。我不懂为什么民进党要这样整台湾呢？所以我昨天早上我受访的时候，他每次问我这相关的问题啦，我也跟他说我说我以前觉得人生3大幻觉啦。第一个幻觉就是明天开始减肥，第二个幻觉是今天一定早睡，第三个幻觉是再买就剁手。我说现在第4个幻觉出来，就民进党爱台湾，这真的是人生的4大幻觉哦。所以拜托民进党把事情回归到正途，要保护好台湾，不要动不动用这种嘴炮，这个东西鸡同上升这种玩法，这个会害惨台湾以及我们的国际关系。接下来要回来，你要他几个人？